你能想到最早的作家也焦虑。恩赫杜安娜，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笔杆子，他的诗里写的全是动荡不安，看来古今皆如此。4000多年前，在如今的伊拉克南部，一场场叛乱接连爆发，曾经各自为政的苏美尔城邦被伟大的国王萨尔贡征服，统一在他的统治之下。在史学家们称为阿卡德王朝的这段时期，萨尔贡和他的继承者们以各种方式改变着这些新征服的城市，贬低过去的贵族阶级，利用新势力取代旧的掌权势力，制定和实施新的国家管理标准等。苏美尔人的世界自然变得更加广阔和富裕，但是也变得更加不稳定。对新帝国的怨恨与日俱增，导致各个城市不断的起义，试图重新获得他们的独立。有一场叛乱被记录在一首称为《伊南娜颂歌》的诗歌中。这首诗歌不仅本身是一部杰作，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所知的历史上第一部可以确定作者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像很多其他作品一样，作者不详，只能归于某种传统或者说是虚构的人物。这首诗歌的作者就是恩赫杜安娜，她是乌尔城的大祭司，同时也是萨尔贡的女儿。根据伊南娜颂歌的记载，她被放逐，而原因正是当时阿卡德帝国晚期频繁发生的叛乱之一。我们现在并不能确定这首诗是不是由历史上真正的恩赫杜安娜自己写成的，它有可能只是一个文学作品，讲述的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也有可能是后来的某位诗人借用恩赫杜安娜的名字创作出来的，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历史小说，目的是为了赞美这位著名的女祭司。但我们确实知道的是，这首诗传达出了一种感受，一种生活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会是怎样的感受。不管是作者亲身的经历，还是后世的人们通过文化记忆保留下来的感受，这首诗都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原本伊南娜作为一个神话中的阴险人物，被赋予了超凡的力量和地位，但在这首诗中，她却从一个神话中的女阴险转变为了一个被迫离开家乡、无依无靠的普通人。这种反差不仅展现了恩赫杜安娜作为政治和宗教领袖的复杂性，也体现了她个人经历中的痛苦与挣扎。这首诗通过对伊南娜命运的描写，既展现了旧帝国时期的动荡与不安，又凸显了个人的悲剧与命运。这也是为什么恩赫杜安娜的作品，包括《伊南娜颂歌》以及其他4首诗歌，在创作了几千年之后，仍然能够与我们对话的原因之一。当今世界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向这位古老的女祭司学习。这诗歌不仅仅是记录了一场历史性的巨变，他们更进一步将这种不稳定性转化为一种宇宙的洞察力，一个反思世界真实面貌的机会。在这些诗歌中，那些通常看起来非常隐晦的诗句里，包含着一种古老的关于变化的哲学思想的萌芽。这些诗歌如果想要把剧烈的变化从一种短暂的政治现象变成一个普遍的真理，他们主要就是通过赞美伊南娜女神来实现的。伊南娜她的另一个名字在巴比伦和亚述叫做伊什塔尔。恩赫杜安娜的2首诗，一首叫《伊南娜颂歌》，另一首叫《伊南娜赞美诗》，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将伊南娜提升到苏美尔万神殿的最高位置，让她超越其他的男性神迹，尤其是恩利勒和安，因为在大多数其他的苏美尔文献中，都是这2位男神在统治着整个宇宙。伊南娜经常被描述成战争和爱情的守护神，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在恩赫杜安娜的诗歌里，她更准确地展现为一个变革的女神。战争带来的毁灭和爱情带来的激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能够压倒和改变人类的生活。就是这种席卷一切的感觉定义了伊南娜在她所有表现形式中的特点。为了描述这种席卷一切的力量，恩赫杜安娜的诗歌经常会使用一些来自大自然的隐喻，比如说像暴风雨
或者像野生动物伊南娜颂歌中，他听到这样的描述：你如同自群山奔腾而下的山洪。与此同时，赞美诗则将它比作一只猎鹰，它急速俯冲，将诸神尽数吞噬。在这些诗歌中，另一个经常使用的隐喻来源就是战争。但是这里的战争并不是我们从史诗作品中了解到的那种英雄们展示自己力量的舞台。对于恩赫多安娜来说，战场并不是一个男人可以证明自己强大的地方。在他写的诗里面，人类并不是战争的发动者，他们只是战争的受害者，就像诗里面唱到的那些被锁链锁着带走的士兵们一样。而风拂过他们曾翩跹起舞的广场，战争被描绘成一种冷酷无情的伟力，由伊南娜的意志所支配。铁器击碎头颅，利刃吞噬血肉，斧头浸淫于鲜血之中。然而，将敌人头颅碾为齑粉的狂野战士，不过是伊南娜的众多面相之一。在其他篇章中，她化身为怀春少女，渴慕着她的爱人。牧羊神杜穆兹，恩霍杜安娜的另一部作品《庙宇赞美诗》收录了42首短歌，颂赞苏美尔的诸神、庙宇与城邦。这让我们可见两首赞美伊南娜的颂歌，展现其妩媚多情的一面。化身为欲望与肉欲的女神，亦有一首颂歌，描绘伊南娜化身为可怖的战士，为战斗而着洗兵器。伊南娜人格的这种分裂，在金星上得到了绝妙的体现。金星阴气与太阳的近距离，仅能在破晓时分与东方地平线上先于太阳升起之际，以及黄昏时分在西方地平线上后于太阳隐没之时，为肉眼所见。人们无法追踪金星划过天穹的轨迹，仅能于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位置，东方与西方，日出与日落，窥见其身影。这种全然对立的意象，恰是伊南娜性格的完美天文隐喻。对伊南娜的赞美之所以能成为人们反思阿卡德王朝晚期动荡的契机原因有二：其一，关乎政治。伊南娜乃萨尔贡帝国之守护神，故恩赫杜安娜对女神的虔诚带有鲜明的政治意味。颂扬伊南娜，一是暗中赞颂伊南娜所庇佑的帝国统治；其二则与女神的性格相关。正如伊南娜阿卡德王朝晚期，在苏美尔与巴比伦文化中，意欲持续不断的动荡和变革紧密相连。阿卡德王朝晚期不仅仅是在恩赫杜安娜的诗歌里面，在其他一系列的历史文献里面都被描绘成一个充满传奇色彩和戏剧性的时代，就像维京海盗或者海盗的黄金时代在西方历史的想象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一样。萨尔贡还有他的孙子纳拉姆辛，他在公元前2254年继承了王位，并且把帝国带到了他的鼎盛时期，几千年来一直被人们铭记为接近于神话的人物。萨尔贡被认为是权力的完美典范，而纳拉姆辛则被认为是傲慢自大的暴君，他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些描述经常被现在的历史学家认为是后世人们创造出来的神话，但是没有人会怀疑阿卡德王朝晚期是一个巨大的变革时代。自从公元前3000年的早期开始，现在伊拉克南部这片地区就分布着大大小小数十个城邦，每一个城邦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地方，神有他自己的方言，还有他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虽然这些城市都属于一个更大的贸易冲突和文化交流网络，但是他们始终还是独立的政治小单位。1年之内，国王竟需平息9次叛乱，萨尔贡的军队横扫各个城市，即使乌鲁克、埃利杜、尼普尔拉尔萨、乌马拉嘎什吉尔苏、伊辛、埃什嫩拉西帕尔、埃列什以及其他更多的城市和地区。在之后的整整1个世纪里，阿卡德的国们都在努力使这些城市服从统治，他们压制各个地方的差异，为的是建立一套统一的帝国行政管理标准。那些统治这些城市长达数百年的贵族们被新的精英所取代，这些新的精英都来自于军队，并且被推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权力高峰。当时的整个世界肯定感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更大了。来自伊拉克平原的士兵们，他们的足迹遍布了土耳其和伊朗的山区，商人们也远行到阿富汗去寻找珍贵的宝石。那个时代的艺术也受到了埃及风格的影响。
乌尔的港口肯定见证了各种令人兴奋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商品抵达，比如说像青金石、象牙、红玉髓、猫眼石、碧玉、擅长岩，还有蛇纹石等等。而这些仅仅是我们在考古记录中能够找到的物品。除此之外，肯定还有很多乌尔的市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外国食物、饮料、衣服以及香水。大量财富和物资的涌入，反过来也促进了当时技术和艺术的巨大进步。这两个领域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一尊青铜雕像。人们传统上认为这尊雕像描绘的是萨尔贡，它生动地展现了当时宫廷艺术家的成熟技艺，同时也展示了工匠们高超的技术水平。那些新获得权力的人尤其喜欢定制滚筒印章，这种印章的用途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签名，是用来证明个人身份的。人们会在文件上滚动自己的印章，以此来签名。但是印章也逐渐变成了一种地位的象征，因为印章上那些错综复杂的图案能够反映出拥有者的身份地位。阿卡德时代的宝石雕刻匠人们为了满足他们的新赞助人，可以说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个时期的印章都是一些微小而又非常精美的雕塑作品，但是所有这些权力、财富和艺术的表达都紧紧地围绕在国王的宫廷周围。旧的精英阶层对这种情况非常不满，那个时期不断发生的叛乱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种反抗在那拉姆辛统治时期达到了顶峰，史称大叛乱。当时国王在1年之内不得不镇压9次起义。在成功镇压了叛乱之后，那拉姆辛宣布自己为获胜，是古代近东历史上第一个这样做的国王，所以他获得了一个傲慢自大的名声，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后来的诗人甚至把他的这种说法完全颠倒了过来，他9次胜利的故事被人们传成了他9次失败的故事。那拉姆辛的王国还不得不应对一个缓慢却更加致命的威胁，那就是气候正在发生变化。由于一些地质学家至今仍然不清楚的原因，当时的世界大部分地区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干旱。这场干旱被称为4.2千纪事件，也就是说，这是一场发生在4200年前，性质还不太明确的事件。不管导致这场干旱的确切原因是什么，它都对阿卡德帝国造成了特别严重的打击，导致了大面积的饥荒，并且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最终，这个负担沉重的国家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在那拉姆辛的儿子沙尔卡利萨里统治时期，阿卡德帝国崩溃了，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充满传奇和变革的复杂遗产。有一个完美的隐喻可以说明这个时期在历史上的地位，那就是在这个时期，楔形文字的符号旋转了90度，变成了逆时针方向，因为它们变得更加抽象，也更加容易书写，甚至连书写本身都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文字革命。我们只能猜测乌尔的普通铁匠或者阿卡德的牧羊人对于阿卡德帝国的兴起和衰落心里是怎样的感受。即使是对于那些精英阶层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也通常只能通过一些非常短暂的快照来捕捉到，比如说像滚筒、印章，这些印章能够证明他们的存在，但是除此之外几乎没有提供其他任何信息。而这也正是恩赫杜安娜的诗歌引人入胜的地方。伊娜娜颂歌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阿卡德王朝晚期政治巨变的个人叙述，而讲述者正是皇帝的女儿恩赫杜安娜。恩赫杜安娜与其说是一个叛乱的目击者，不如说她是这场风暴的中心人物。但是必须要记住，这首诗如果是由恩赫杜安娜本人写成的，那它充其量也只是对真实经历的一种文学性的加工和重塑。而如果这首诗是由其他人以他的名义写成的，那么它就更可能是后世的作家们根据自己的想象对当时叛乱的情况进行的一种重构。那拉姆辛的9次胜利被后来的诗人改写成了9次失败的故事。这件事应该提醒我们，文化记忆并不可靠，它不能作为我们了解当时真实发生的事情的指导。尽管如此，这些诗歌显然是对阿卡德王朝晚期的一种文学回应，
他们要么是在那个时期写成的，要么是后世的人们对那段历史遗产进行沉思之后写成的。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段历史遗产延续了数个世纪之久。当楔形文字文化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消亡的时候，塞尔贡和那拉姆信仍然深深地活在巴比伦人的记忆当中。这一点就足以使这些诗歌成为我们理解那个动荡时期的一个非常迷人的来源。但是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伊南娜颂歌和伊南娜赞美诗更进一步地把他们所描述的动荡变成了某种特定的宇宙洞察力的基础。变革，纵是灾难性的变革，亦是洞悉世界更深层本质的奇迹。当人们面对社会动荡的时候，可以选择在思想上压制它，把它解释成是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中短暂的偏差，或者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构建新的世界观的基础。我认为在恩赫杜安娜的诗歌中，我们看到的是后者这种策略的非常显著的坚持。伊南娜颂歌和伊南娜赞美诗都是献给一位女神的，而恩赫杜安娜把这位女神描绘成一场狂暴的奔流的洪水，横扫大地，不留寸草。之所以提出这个观点，是受到了博波尔乌的启发。这是基切玛雅人的创始神话，大约在150年左右被记录下来。当时正值欧洲殖民者抵达美洲，他们的到来几乎将当地的土著居民推向了灭绝的边缘。在《紧急状态2022》这本书中，诗人兼文学评论家埃德加·加西亚对波波尔乌进行了非常引人入胜的研究。他表明，波波尔乌这部书似乎并没有对西方殖民者的暴力行为进行抵抗，也没有进行谴责，而是做了一件更加微妙的事情。他把殖民主义的经验融入到了宇宙的节奏之中，融入到危机和创造的循环往复之中，融入到紧急情况最终导致新的可能性出现的过程之中。玛雅民族在16世纪所经历的那种灾难性的转变，因此被看作是宇宙普遍原则的一部分。这个原则就是重复和中断。根据我们从博波尔乌这部书中了解到的情况，这个原则在当时就已经构建了几千人的世界观。变化，即使是灾难性的变化，也不被看作是一种需要去克服的概念上的威胁，而是一个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个世界的机会。恩赫杜安娜的诗歌也是如此。赞美时，在赞美伊南娜的时候，突出了2点。第一点是伊南娜控制着她周围的一切事物，这一点是通过诗歌中以微缩形式讲述的3个神话故事来传达的。他讲述了伊南娜是如何摧毁了埃皮河山的，因为这座山没有对他表示敬意；讲述了他是怎样恐吓无上神安的，迫使他和他分享神庙的，以及他是如何改变了他的祭祀信徒的性别的，把男人变成了女人，把女人变成了男人。神甚至包括地貌，所有的一切都受到伊南娜的变形力量的影响。第二点是伊南娜不受任何人的控制，她只受她自己的控制。赞美诗里面反复强调，没有任何秩序可以强加在她的行为之上，她能轻易推翻自己的决定，无人能测度她的行踪，诸神亦无法预知她的意志。她以她的谏言搅乱了伟大的神之门的聚会，无人能知晓其中的奥秘。变革由伊南娜而生，而她自身却超然于一切，试图改变她的力量之外。在确立了这2点之后，赞美诗就开始了一段很长的像祷告一样的文字。这段文字概述了伊南娜的各种相互矛盾的属性：毁灭与创造，播种与收割，皆为汝之神力。伊南娜猛兽可化为懦夫，强者亦可变为弱者，皆有汝之神力。伊南娜颠覆山河，抬升或贬义，皆有汝之神力。伊南娜渺小或伟大，孱弱或强壮，吝啬或慷慨，皆有汝之神力。伊南娜王者与神子的祭典，顺从与误导，诽谤与谎言，欺诈与夸耀，皆有汝之神力。伊南娜。这份清单持续了大约60行，它的长度和其中众多的矛盾之处，都让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让我们得以一窥不断变化的神力究竟会是怎样。赞美诗和伊南娜颂歌都在试图将伊南娜提升到万神殿的最高位置，超越传统的众神统治者安和恩尼勒。但是他们这样做不仅仅是在阐述宗教的观点，同时也是在阐述宇宙观。
如果这个世界是由这样一位女神统治的，那么这对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生活在一个由任性、冲突、矛盾、混乱和复杂性的化身所支配的宇宙之中，又会意味着什么呢？恩赫杜安娜的诗歌召唤出了一个充满彻底无常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无论是地平线上的山脉，还是我们自己身体的性别，都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些诗歌中困惑，并不是一种智力上无法理解世界的失败，而是一种对于世界真实面貌的恰当回应。如果伊南娜的形象应该在我们身上激发任何东西的话，那就是我们在智力上应该保持谦逊。宇宙的本质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可以预测的，因为宇宙是由一位它自身就非常分裂，而且还不断变化的女神所统治的。很多宗教都试图把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世界描绘成一个不断变化的表面，在这个表面之下隐藏着一个超验的、永恒的真理。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安慰，但是在被认为是恩赫杜安娜的作品的这些诗歌里面，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的超验，也找不到精神上的平静。赞美诗和伊南娜颂歌所确立的唯一的真理就是变化，正如伊南娜所人格化那样是至高无上的。按照恩赫杜安娜的观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意味着要认识到未来可能和现在完全不同。正如阿卡德王朝晚期的现在和他的过去完全不同一样，这种对世界的看法可能和我们现代人理解世界的方式相差甚远。各种学术领域的学者们都在努力寻找各种规律，以此来解释我们周围所看到的世界，从化学定律到心理模式，再到像资本主义或者父权制这样的社会系统。换句话说，当我们今天试图理解某种现象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通过探索塑造它的各种结构来做到这一点。这意味着伊南娜所体现的变化和混乱，在我们看来可能就像是一种相当天真的解释世界的方式。但是现在有一些迹象表明，我们这个变得越来越多变的时代，正在促使人们对把变化作为一种理解世界的策略越来越感兴趣。在2022年出版的《无常》一书中，一个由英国、丹麦和澳大利亚的人类学家组成的团队提出了他们所认为的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正在兴起的一种理论，他们称之为流动性理论。这刚刚开始发展的研究领域，从佛教等非西方的哲学思想中汲取了灵感。这些哲学思想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反思变化和彻底无常的重要性，用一种新的视角来重新构建人类学和社会学中那些我们非常熟悉的话题。这本书以及它背后所代表的学术运动，它们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这样一点：我们如果关注变化，会如何影响我们对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的看法？当社会现象，这本书探讨了一些例子，比如像移民、博物馆还有酗酒等等，被看作是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变化流动状态，而不是由一些半静态的社会结构决定的时候，他们看起来会不会有所不同？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要怎样才能保持理智呢？一个人又应该怎样生活下去呢？当然，一只燕子并不能代表整个学术界的夏天，但是即使是在流行文化当中，人们也可以发现，对于那些明确的以持续变化为世界观基础的哲学，人们的兴趣正在日益浓厚。这里一个关键的例子就是斯多葛主义，它提倡人们在面对一个被认为是变化无常和混乱的世界时，要保持超脱和冷静。根据 Google Gomdes 和 Google Quantum， 他们分别追踪一个给定的词语在谷歌搜索和上传到 Google Books 的文本中的提及次数的数据显示，人们对斯多葛主义的兴趣正在稳步上升。这可能预示着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感到越来越需要一些智力上的指导，以此来应对动荡不安的时代。谁又能责怪他们呢？我们成长在一个现在看来好像是一个相对平静的历史泡沫的时代，在千禧年之交的西方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战争、意识形态的冲突以及全球性的流行病，以至于当时的评论员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谈论一个持久的世界秩序。弗朗西斯·福山甚至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虽然我当时也痛苦地意识到，全球的大部分地区仍然饱受各种不公正现象的困扰，但是至少一些角落感觉还是安全的。
如今已经年过30岁的我，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摆在我面前的，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是气候危机的各种灾难，以及为了减少排放和适应极端天气所必须做出的社会变革。然后是 COVID-19，它不太可能是这个世纪最后一次全球性的大流行病，因为我没有采取任何严肃的措施来防止类似的疾病再次发生。然后是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它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动荡，还有那些持续困扰着西方民主国家的，并且似乎每一年都在加深的各种分裂和裂痕等等。这个清单我们都非常熟悉，几乎已经变成了老生常谈。但是清单中的每一项都包含着真正的恐怖。在我走到生命尽头时，世界很可能比现在更加动荡不安。我们都将共同经历一段人类历史上几乎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切，因为我从小就没有被教导过该如何看待这样的巨变，在这样的时代该如何保持清醒，又该如何度过余生。恩赫杜安娜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我也不认为她是在艰难时期生活的楷模，但她的诗歌深深吸引着我。部分原因是他们以惊人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变为常态的世界。这些诗歌来自动荡的时代，也记录着动荡的时代，这也是我被他们吸引的原因之一。我想理解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可能别无选择。